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形影不离》。在日本东京西南约550公里四国德岛县的明庆地区，有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小山村。村里只剩下20名高龄留守的老人，但娃娃假人的数量却有400多个，因而这里也被称为娃娃村或娃娃谷，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。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超老年国家的日本，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全民的1/4。全日本1700座城市中，约有40%被定义为人口稀少。这个世界第3大经济体正在与人口下降、低出生率和高预期寿命做斗争，而这座娃娃村则以另一种形式在实现人口壮大。村里各家各院，甚至田野里、街道旁都布满了玩偶娃娃，逼真的形象会让人误以为村子里人丁兴旺、生气勃勃。但实际上，这些1:1大小的假人只是曾经村里居民的一种复原，而创造这一景象的竟是村里目前的这位年轻人，将近70岁的民间玩偶艺术家铃野月美。据铃野回忆，1961年的时候，附近建了一座明庆大坝，用于水利发电，村子里还建有大型工厂。尽管处于森林山谷之中的穷乡僻壤，但当时全村拥有300多名居民，每天人们都有说有笑，村里总是散发出一派繁荣的景象。在铃野7年级的时候，他离开了村庄，搬到大阪生活。那时村里还有很多小孩子在学校上课，后来小孩子们与铃野一样，也都陆陆续续随大人搬到附近的大城市生活，村里只留下了上了岁数的留守老人。15年前，铃野为了照顾80多岁的老父亲回到家乡，但眼前的景象让他很难接受。近似荒芜的村庄只剩下20-30人，曾经的欢声笑语被岁月冲刷成了死气沉沉。回到家乡，他试图开垦农田，种些粮食蔬菜，但不幸的是第1年颗粒无收。他突然想起父辈们种地时都会制作稻草人，于是第2年他也制作了稻草人摆在田里。他给稻草人穿的是老父亲的衣服，有经过的村民看到甚至会摆手并大声打招呼。这一无意中的以假乱真，仿佛又牵出了人们的回忆，仿佛曾经的老哥们、老姐们或者小伙伴又回来了。从此，铃野开始按照自己的回忆制作玩偶娃娃，每一个娃娃都是村里曾经的居民。制作娃娃的过程粗糙又细致，细致的是嘴唇嘴角的做工，粗糙的则是身体用木架和报纸填充。一般做好一个娃娃要2-3天的时间，娃娃在户外风餐露宿的保质期大约是3年。就这样10几年过去了，寂静的小村庄又回到了往日的繁荣，只不过老人陆续离去，玩偶娃娃却此起彼伏。如今400多个逼真的假人安静地与铃野一起守护着村庄。在7年前关闭的学校里，良好的课堂纪律使老师校长颇感安慰。曾经学校里最后的2位学生仍旧穿着当时的衣服在上着社会教育课，甚至每一位娃娃村民都有一张详细的户籍记录。除了课堂上，体育馆里也是一派生机勃勃。娃娃村经过全球媒体的报道，也不断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。铃野制作的娃娃们成功地将这个村庄放在了地图上，大家可以使用谷歌地图欣赏娃娃村的街景。每年10月，当地政府都会为游客举办稻草人节，而这种吸引游客的成功策略随后也被日本的其他村庄所复制。但对于铃野来说，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旅游项目，也没有把制作娃娃当成是一门手艺和艺术表现，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会让自己和村民更快乐一些。娃娃村是日本高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的最典型的例证。目前大约94%的日本人都住在城市，有超过1万多个边缘村庄因人口减少而变成被遗弃的鬼城。但铃野的创作仅仅是极个别现象，由于娃娃们穿着衣服形态姿势过于逼真，它被描述为令人难以忘怀，但更多的描述则是令人毛骨悚然。尤其在雨水滴落的阴暗时刻，你能保证不会想起山村老师。白天也许会有游客穿梭，但夜晚几乎没有游客过夜，毕竟这里并不是游客的家，只有铃野和村里仅存的老人会把记忆中的快乐一点点的重现出来。每天早上，铃野都会问候一下各位父老乡亲。她的老公和孩子依旧生活在大阪，但她的快乐源于清脆的环境、美好的心情和愉悦的心态，似乎与物质无关。回忆和精神是多么纯洁纯粹，有时候向后看就是向前进，你觉着呢？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